右键在当前这个 Entity 文件夹下，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场景，给这个场景起名就叫做 Character， 创建它。创建好之后呢，需要给它改一个类型，右键选择更改类型，将其改为 Character Body 2D 类型。大家好，我是老李，欢迎来到由老李游戏学院推出的10个戈多项目挑战的最新一期。我们之前在讲解戈多的物理相关模块的时候，有讲过 Character Body 2D 实际上是处理我们2D 当中的可以移动的对象，比较容易的一个节点。因此在这里呢，我们来使用它。创建好之后呢，需要几个子节点，我们一个一个来创建，并且给大家讲解其作用。在创建之前，给它添加一个脚本文件，先给它添加一个精灵节点。所谓精灵，在2D 游戏里边指的就是玩家可以看见的图片或者是各种动画等等啊。那么我们给它创建好之后，找到我们刚才的任意一个角色，找到这个 idol， 拖过来，发现这个纹理看起来有一点模糊。我们可以在项目设置渲染纹理里边，给它的默认纹理过滤改变一下。修改之后回到这个项目就会发现当前这个角色的纹理变得清晰起来了。那你会看到我当前这个根节点这块有一个叹号，它说的是该节点没有描述其形状的子节点，因此呢，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 collation。我们这里用一个 collation 形状一个简单的形状来描述它就可以了。在这个里面选择一个胶囊体形状先不需要去修改形状的具体大小，先给它添加上，这样呢，这个警告就没有了。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Animation Player 节点，这个节点用来实现我当前这个角色的各种动画。另一方面，我在这个项目里面，因为我们角色的动画比较多，因此我们引入一个新的处理动画的节点，就是 Animation Tree， 它可以实现一个动画树或者叫做动画状态机的效果。添加好之后呢，发现它有一个叹号，点击它，它说没有为我的当前这个节点设置跟 Animation Node， 在这个位置它的 Tree Root 检查器里面当前是空的。几种添加方式分别是 Animation Root Node Animation 混合树混合空间，1维的混合空间和2维的混合空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Animation Node 状态机和 Animation Node Animation。 关于更详细的这些不同的资源，它们的差别是什么，我计划用一个专门来讲解戈多引擎的动画相关节点的教程里面来给大家讲解。在当前这个项目里面我们直接使用它。 OK，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选择一个状态机，选择这个状态机之后，状态机内部我们不需要去编辑它，等一下再去编辑它。那么在这个地方，当我选择好之后，它需要我们指定一个 Anime Player， 如果我们不指定的话，这个 Animation Tree 的编辑会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指定它。指定的时候，你发现它需要我们指定的是一个 Animation Player 点，那么我们选中当前这个场景里面唯一的 Animation Player。好，这样整个的设置就结束了。那么现在我们来添加动画。很多同学可能对于添加动画不太了解，没关系，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来实现它。首先选择当前这个精灵节点，选中它之后，在它的检查器里面能够看到它当前的纹理。那么我们这个纹理正如在场景里边所看到的，它是一个由多张图片组成的一个图集。那么它有点像一个电影的胶片一样会有多张图片。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时间去依次的播放每一个图片。我们需要将它只显示其中的一个图片。那在检查器里面看到这个 Animation 选项，在这个里边打开它，那我们垂直方向上就是一行，对不对？那么有多少列呢？1、2、3、4、5、6、7、8、9、10、11个。所以我们添加上它，这样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图片。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游戏运行起来的时候，动态的去改变它下面的这个属性。那么要实现这个效果，就需要用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Animation Player 节点了。在这个节点里边，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动画，给这个动画改名字叫做 Idle， 一个默认动画，一个闲置动画。在这个动画里边，当我打开当前这个 Animation Player 的一个编辑器的时候，我再回去选择刚才的这个精灵节点的时候，你发现在检查器里边，那么它每一个属性右侧都有一个钥匙的，那么它代表的就是我当前可以将它添加为这个轨道上面的
一帧，我们来尝试一下。先给这个纹理添加上，再给从纵坐标上面的一定给它这样添加上之后呢，我们要动态的改变它可以看到每一个单位是 0.0333 秒，这个秒是怎么来的？当我把这个单位切换成 FPS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变成了30帧，相当于1秒是30帧，那么1帧就是 0.0333 秒。这里我们给它改成10 FPS 10帧。第一帧已经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0，第一帧，第二、3、4、5、6、7、8、9、10我们总共需要11个。这样来播放它就能看到一个动画效果了，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呢，一个闲置动作，一个 idle 动作本身应该是循环播放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11帧的旁边选择这个动画循环，选中它之后，当我再去点击播放，那么它就会循环的播放，非常简单，对吗？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创建好了动画，因此呢，我们这里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直接在这个位置添加上这几个动画。那么要怎么添加呢？在动画这个里面，它有选项可以新建动画，当然也可以管理动画。点击管理动画，点击加载库，选择我们刚才的这个动画库，选择指定的当前这个角色的动画库，选择好它之后，那么就添加进来了。可以看到它有3个不同的动画效果。那么我们可以将上面我们刚刚添加的这个全局动画库给它删除掉。删除之后呢，可以给它默认的这个名字给它删掉，这样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全局的名称。在这个里面，每一个动画我们点击确认，看一下它在实际的游戏里面如何的播放。这是一个 double drop 的效果还有一个落地过程的效果，一个受伤的时候的效果，一个 idle 闲置动作，一个跳跃动作，一个奔跑动作和一个爬墙，对吧？在墙上面滑动的一个效果。那么有了这些动画之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去进行下一步的代码制作工作了。好的，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 lecture 场景暂时关闭来设计我们当前这个游戏的第一个关卡。